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《吞噬天地》完全版，今天应该是第4期了，要开始关羽过5关斩6将的剧情。这段剧情2代也是有的，但是这里的地理位置上、关卡的设计上有一点变化。出门先整理一下装备。首先，关羽身上有一个赤兔马，咱们需要装备上。赤兔马在这里的效果是速度加20，装备完了就可以出城了。因为这里的武器店不卖好东西，之前我也给关羽准备过。从这儿呢是往北走，2代的路程应该是一个 U 型。孔秀总攻了，这些虾兵蟹将不值得咱们看一眼。关羽1000多的兵，不少了。好，打完1关之后再回来睡觉，或者也可以打2个，因为这里需要拿到胡班家书。胡班家书到手，这里到手之后呢，他没给你来一段特殊的音效，然后屏幕定住，那说明这个道具它不是一个完全必要的道具。看奥方啊，他有一件衣服，看看能不能扒下来，扒不下来，这遗憾啊，这游戏设置的功能上还不是很健全。有一些小伙伴修改的《吞噬天地》2代呢，是把这个夫人也加入了数值，甚至有些可以当军师用的，这就有点扯了。感觉这个关隘还没有上一个难打，上一个至少带了2个小兵。我让关羽自己当军师了。洛阳到了，洛阳往北有3条路，那东北方向是咱们来的方向，正北方向是继续推进主线剧情，西北方向有个小村子，你去了之后呢，会得到一条信息，赵云的妹妹被抓走了。这个信息不是剧情必要的，所以说就不去看了，反正你都要救他妹的。洛阳先拿铁刀，这个洛阳的状态就很合理，它是一个新建的状态，之前是被董卓给烧掉了。除了拿铁刀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就是这儿。好，2000块钱买一把银剑。银剑是很重要的，涉及到后面就收赵云。咱们往北了。这里是相国寺、镇国寺。镇国寺就是不喝酒，如果喝酒的话，你的最大兵数会掉，相当于受伤。那咱们先来一杯吧，开打。看我的兵数，喝了1杯酒掉到了1500。在镇国寺是可以睡觉的。接着往北走了，这个小村进不来。好，到了使用胡班家书的地方。其实这个地方你如果不使用胡班家书，你进去睡觉，然后半夜火起，你和王直打一架也能打赢，但是每回合会受到火焰伤害，所以打起来会有点费劲的。咱们还是用一下吧。
那这个版本呢，改动的就比 FC 版要好一些。咱们出城的时候同样跟王者要打一架，等于是咱们突袭了王者。FC 版呢，火还是照样放了，这个关隘还是照样烧掉了，但是呢，架就没打。到上面要打秦旗了，蔡阳的外甥。照样总攻了，咱们拿的可是铁刀了，铁刀的攻击力是铜刀的2倍，40，相当于一把小锤的攻击力了。回个血，碰到了夏侯惇。你看这里的夏侯惇眼睛已经瞎了一个了，这里是徐州之战后面的事了。那在18路诸侯讨董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还尚在，合理啊。张辽赶紧来救场吧，再不来救场，夏侯惇被砍死了。可以了，这个村子现在好多人。咱们先去收周仓，然后再往东侧去古城收张飞还有赵云。收赵云的流程和2代不一样，它和1代是差不多的。周仓1700的兵，看一下武力196、98、107。那周仓加入之后，他的武力还会变化的，一刀就砍趴下了。这加入之后，周仓的武力应该是210，总之是大于200。就这个人物的数值在敌方的时候和我方的时候不一样，这个是个特例啊。因为大家一般玩 RPG 游戏呢，能够加入的敌方，你打他的时候他都特别猛，加入了就水了，但这里不一样。行了，咱们去古城。还是录播打得快呀，现在应该是第4期。那我直播那个录像剪辑的时候，2个半小时才到荆州那里。那录播的话，我估计1个半就到了，省去了1/3以上的时间，40%。古城应该是在东侧，在这儿，地形稍稍有变化。可以了，要打蔡阳了。总共162武力，这也太低了。162是多少呢？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刚刚够60，就是60出头。好，把3爷又收了。这里有一个隐藏道具，应该是个铜盾。看加入之后，周仓的武力210。有铜仙技了，
红线记加的多，但消耗也比较大。可以了，咱们去救赵云的妹妹。刚刚张飞给消息的时候呢，他说是袁术的人，其实这里应该是袁绍的人。袁绍是利用赵云的妹妹胁迫赵云为他效力的。两个袁绍的谋士，这里一个184，一个196。同仙丹一个，可以了。咱们在洛阳花2000块钱搞到的银剑，在这里就用上了。打开了门，然后赵云的妹妹会给咱们一封信，这是关键的剧情道具。你看，这里就和1代的剧情处理是差不多的。关定的家，回来才能收到关平。先收赵云。那赵云加入队伍的方式也有点特别，他不加入咱们现在这个队，他是回头加入刘备那边，也就是2代关平的那个活儿，给刘备送信。来将可留姓名。好，子龙这回正式加入。那咱们这个队伍就比较强了，大家想一下，刘备、陈登、赵云、糜竺、糜芳，这队伍是满的。一会儿出门打架底气也足。而且出门打这架是这样，之前咱们打袁术的时候，如果最后饶了他，那出门这架袁术是加入的。如果咱们把袁术已经砍了，那出门的时候这架就没有袁术了。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袁术砍了。整备一下队伍吧，还是让刘备在最下边待着。但陈登的智力其实高于刘备了，210了。把赵云的装备换一下。好，这架是必须要打的。好，对面郭图田丰，啊，还偷袭我。田丰的智力应该比较高，184、220，这应该是咱们正式交手的智力比较高的了。行了，进庄，关家庄。先上楼收关羽和张飞，这样咱们这个队伍人数是不少了。刘关张赵、周仓、关平、陈登、糜竺、糜芳，大于7个。所以说一会儿在荆州的时候，最开始就可以使用变成锁了。关平。那这里如果收他为义子的话，
他的智力和武力都加10，提升还是比较大的。加10的话，武力应该到220了。220是没到90，如果换成百分制的话，没到90。好，这里是官渡之战。看袁绍的兵确实是多，但是呢，他是被人灼烧的状态，再加上估计装备上要比曹操差一层，所以这架他打不赢。被烧了，这个小剧场还是不少的。曹老板赢了，刘备已经到了刘表这儿。好，咱们去讨伐黄巾余党。看一下编程所，这里有一个，咱们先把队伍整备一下。队伍里现在只有6关张。赵云肯定要，关平、周仓。关平武力220，那咱们就是个菜刀队，其实可以再来一个军师，这样搞就纯菜刀队了。来个陈登，智力210。那本作呢是可以收徐庶的，有徐庶的剧情。这把铁剑拿着，然后咱们整备一下装备。还有队列，本作还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当人员武将离队的时候，他的所有东西自动卸下来，放在你的包裹里，这点是非常好的。去打架了。武器的话，这个武器店铁甲铁兜哦，还需要换，我天，好贵啊！我觉得我1万多块钱不少了，结果到这儿呢，哦，换下来的东西再卖卖也差不多。玩 RPG 游戏换装备的时候，往往是我比较兴奋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人物从数值上你就非常可见的它变化了，加强了。我发现我好久没有卖垃圾了，这身上好多呀，好像能卖不少钱。铜斧铜盾可以留着，其他的卖了吧。卖了7000多。行了，这回能都装备全了，出发。身上已经有2件铁装备了，这个装备好像是比 FC 的2代来的早，这个时候应该没这么多铁装备了。一共应该是3个村子。第2个何氏兄弟，
这些人总攻就成了，没有强的。升级，补了一个铜仙技，然后银仙技、金仙技、完复技。收官战，这两个货应该是后面是刘备的人。官渡之战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帮着刘备，就是和刘备一起吧，在南侧骚扰曹操来的。回来交差，架打完了。新野，行了，咱们有立锥之地了。那新野城是这样，咱们需要留一个人来建设，这个人呢，永久性的离队。从现有的阵容来看，可选人物就是陈登、糜竺或者糜芳，最理想的人物就是糜芳。也只有这3个选项，那就糜芳了。陈登至少呢，智力210，把铁甲拿了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呢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应该就会推进到收诸葛亮了。好，咱们下期见。